大家好，我是大河。上一期咱们拿了非常重要的摩基拉面具，在大师模式下，想要玩的爽，那就必须得有豪华装备，对吧？那咱们就为豪华装备做准备。打开地图，我们先往城堡的最上方看，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做一个标记，蓝色标记吧。然后我们往这个地方去解一个森林之塔。我们先传送回平原之塔，从平原之塔往这个地方去。我们到了平原之塔之后，我们就往蓝色的标记处走。下面都是守护者，但是不用理他。看，这就是我们要解的塔。我们修正一下标记。好，往黄色的标记处走。下面空中正好有一个怪物，我们直接干掉它。飞到上面之后，这些绿皮小猪我们一剑爆头带走。好的，别看了，走你，拜拜。拿上宝箱，骑士双手剑还是不错啊。我们整理一下背包，终于有一个高攻一点的武器了。好的，拿上双手剑之后，我们就往这个黄色标记处走。前面一片小树林，我们穿过这个树林，顺便看看树林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。先保存一下，别遇到什么危险。在大师模式下，不太有把握的时候，最好保存一下，省着翻车，对吧？小狐狸跑了算了，本来还想扎你一枪呢。那我们就往前走呗。一边走一边看，有东西我们就踩一下，没东西就拉倒。小蘑菇踩一踩，一粒蘑菇，爬上树上，啥都没有，还得恢复一下体力。小苹果能摘摘一摘，不愿意摘也无所谓，因为咱们现在来说还并不是特别缺这种材料。大方向就是往黄色的标记处走，咱们就要解那个塔。沿途当中，咱们看到自己想要或者是想捡的东西，或者是雅哈哈，咱们就顺手解一下。没有的话，咱们也不用在意啊。前面有一个守护者，咱们躲开他。往右边看，那边有一个山坡，不是山坡，有一个石头山，咱们就去这个地方。先去这个地方，躲一下旁边的守护者，别跟他硬刚，没必要。等以后咱们装备丰富了，再来收拾他们不迟。看，这儿有片树林，旁边有这个石头山坡，咱们去这个石头山坡。这棵树上有一个，这叫啥？独角仙，能踩就踩一下。好，咱们往这边这个山坡上走。野猪，这回不放过你了，爆头，走你！捡2块肉。好，我们爬上去，上面应该是有一个雅哈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完，体力不够了。
呦，还行啊，最后一下努着劲儿上来了。OK， 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块儿有2个宝箱，咱们拿一下。看看在哪儿啊？好，前面有一个。10根木剑，还可以。这里面还有一个。冰剑10根也是不错，能拿就拿一下。没有了，那咱们继续往这个黄色地方走。还得穿过这片树林。哇，前面有这个守护者，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，避开它就行。小蝙蝠不用管，往前走。其实这周围还有很多东西，那咱们不用为这些东西而去瞎转悠。哎，咱们获得摩吉拉面具了是吧？那咱们戴上面具呗，干嘛不戴着，对吧？遇到什么怪物的话，他们也发现不了咱们。戴上。哎，守护者躲他远点儿。哇，这群蝙蝠，看来免不了扎他2下。小骷髅，这得干他，这玩意儿太好打了。蝙蝠戳他2下。又来了，准备戳，走。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群蝙蝠啊，来来回回，估计再扎他1次啊就可以了。换一把这个单手剑吧，抡起来。来来来，好，干掉几只，这回差不多了。这块有一片果园，哇，旁边有好多这个萤火虫啊，咱们蹲下来抓几只。在那个之前咱们做过那个卡卡利特村啊，那里头有个小妞，喜欢萤火虫。以后解这个神庙的时候啊，就不用再去找了。这儿还有萤火虫，旁边我记得有一个希诺克斯，没必要跟他打。先看看这树林里有什么好东西。旁边有个希诺克斯，咱们不用管它。嗨，这些苹果啊，我都不愿意摘。哎，这个生命小萝卜还是不错啊。主要就是采点小萝卜、生命松露这些东西还是不错的。这儿有一个松露。好，我们看见这儿有一个木桥，这儿有一个雅哈哈，直接射掉它。就在桥底下。我们先在水里建块冰，跳到冰上之后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雅哈哈给射掉。如果我们下来直接射的话，会进入到临刻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会掉到河里，弄不好体力不够再淹死了。所以我们建块冰啊，直接用冰，什么直接用冰？直接站到冰上了，射掉它就可以了。这儿有小电蝙蝠，不要理它，我们往前走。躲不过去，我们就用枪戳它。
一定要用长枪，别电着自己。这种刚开始啊，我们小电蝙蝠一电就给我们电死了。上边有神庙，咱们去做一个传送点。在大师模式下，咱们都不先解神庙，神庙咱们都不解，直接就是做一个传送点，然后咱们就走，这样咱们的流程会快一点。神庙啊，不着急，尤其在这个大师模式下，解神庙并不是咱们的第一要素啊。所有的神庙，咱们都只做传送点，不再去解它了。除非有这种特定的神庙。小电蝙蝠，不管它，继续往前走。在这旁边呀，有好多雅哈哈。但是咱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路线看着了，咱们就找这个雅哈哈解一下，不再去刻意找这个雅哈哈了。蝙蝠戳掉它，石头砍掉，拿出我们的大铁锤。宝石咱们遇到了就捡一下，遇不着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找。看，这儿有一棵光秃秃的树，这上面肯定有雅哈哈。像这种走到这儿了，不解不合适吧？嘿，恢复一下体力，还得慢慢往上爬。哇，在那个塔旁边啊，还有一个星星碎片，拿不拿也无所谓。好，解这一个雅哈哈，咱们已经20个果实了。旁边的神庙，咱们去开一个传送点。好，开传送点之后，我们转头就走，不解它。在大师模式里，咱们就是大师，解神庙都不是咱们现在需要干的事情啊。能不能上去？最后一点体力，走，漂亮。好，恢复一下，咱们往黄色地方走。我们看这儿有一个驿站，旁边也有一个神庙，咱们就往这个地方去，把神庙开启传送点就可以。有一个雷电法师，饶你狗命一条。先办正事儿，正好能够飞过河对岸。哎，这儿有一个生命大萝卜，小萝卜。森林驿站。旁边的神庙开启一下，这开启神庙就是为了方便咱们传送。这儿把长枪还行，这把扔了，捡这把。小蝙蝠，戳死你！呵，蝙蝠的材料没什么用。哇，这儿有2个这个骷髅，先不管它，先开传送点。米洛茨西神庙，来，给你下个蛋，走，拜拜。然后我们就去黄色的地点，把这个森林之塔打开，是咱们最主要的任务。
驿站里面箱子，这儿有个达人斧头，还不错啊，这个可以要。换上达人斧头，先用咱这破斧头啊，把这箱子敲了。木剑苹果捡捡吧。喂，野猪，你怎么看我就跑？放心，我不杀你。从这旁边的一条小路直接上去之后啊，就能解这个塔。这个塔下有一堆小怪，因为咱们戴着这个面具啊，所以不用慌啊，直接堂而皇之、大大胆胆的啊走上去就可以。但是会有这个什么，会有那个章鱼怪吐那小球，非常烦人。还是老规矩啊，上去之前咱们为了避免失误，还是保存一下。直接往上冲。泥潭千万别跳下去。旁边的这个木桶啊，我都懒得开。也许能开出几根木剑，也许能开出俩苹果，对咱们来说不太重要。这法师别招惹他，绕着他走。这小猪看着他，哎，谁吐啊？就那玩意儿烦人。建个冰，然后跳到这个箱子上。哎，这谁？从哪儿吐的我？没看着他。嘿，我躲到这儿你也能看着？我天，可以啊！差点给我吐死，我先补个血，吃个蘑菇串儿。没完了是吗？哎，我先下去啊。在哪儿呢？这家伙。先用这个磁铁把这箱子吸下来，铺个路，然后我们直接过去。在哪儿呢？那个家伙在这儿呢。走你！还没射着。小猪，这儿有电，千万要小心。让这个电蜥蜴先走开，等一等，没电了，然后我们再往上走。OK， 没电了，我们直接过去。这儿有把武器，这个武器我并不是很喜欢啊。算了吧，还是不拿这个武器了。咱们现在格子比较少，还没有升级格子，那咱们以后再说。这得从后面上，直接爬上去。现在的体力有点惨淡呀，都不敢摁跳跃。这回可以了，走。怪物都不打，在你面前蹦蹦跳跳。宝箱得拿，炸弹剑挺好。OK， 那咱们直接把这塔开了。好，从这儿直接上去，我们慢慢爬上去就可以。好，爬塔的过程啊，
咱们顺便说一下，在大师模式下，为什么咱们先不解神庙？首先，咱们在新手攻略里，神庙都是同步一点一点遇到就解开的，所以在大师模式下，咱们就不再重复之前的老套路了。咱们也玩一点新鲜的，尤其是和新手攻略还是要有一些区别。要是和新手攻略都是一样的套路，那这视频也太水了，是吧？这样咱们玩2遍塞尔达也不会显得那么枯燥，而且大家也放心跟着咱们这个流程走，体力和血量咱们都是能很好的完美解决。这个大师流程啊，我也是想了很久。咱们既然开了大师流程，咱们就要玩出大师范儿。尤其是在剑之试炼上，咱们也要有很大的不同，玩的要更潇洒，跟新手党啊一定要有很大的区别。那咱们也来期待一下，希望大河带来的这个大师模式能够带给你不同的体验。好的，一堆废话之后啊，我们终于是爬到了塔上，开启我们的森林之塔。为什么这个塔很重要？那在下一期啊，大家就知道了。下一期咱们也获得我们的豪华装备，风风光光的开启我们的大师旅程。从这儿开始，可以说我们的大师旅程才刚刚开始。那好，这一期呢，咱们就解完这个塔，先到这里吧。下一期继续我们的大师之旅。